哦，这就是淘金工人，这不是甘道夫，这也不是雷神索尔，这是淘金工人，应该吧？就不是吧？结果这拿锤子，这是普通的登山客。这年头，你可以没买过什么顶级名牌，但我敢说，你一定穿过 Levi's。没穿过 Levi's， 也看过人家穿 Levi's 走路。工地、办公室、街头，牛仔裤这3个字好像就等于 Levi's。嘿，我是兔兔，旅居美国，代购15年，玩鞋30年。Levi's 真的就等于牛仔裤，不是好像，是就是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文化符号到底有多猛。准备好了吗 ？3、2、1 ，Let's go！ 如果要说 Levi's 是地表最成功的牛仔裤品牌，没有之一。这一点在商业上应该是完全站得住脚的，因为他做到了3件事。第一是 Levi's 定义了标准，现在全世界所有的无口袋牛仔裤，不管是一条几美金的还是几百美金的，基本上都是在抄 Levi's 最初的设计。第二是 Levi's 的全面渗透，它在美国的地位就像可口可乐，谁都可以做可乐，谁都可以缝牛仔裤，但是可乐之王是可口可乐，牛仔裤之王就是 Levi's。第三，也是最猛的一点，就是 Levi's 把自己变成了文化符号。当个品牌变成符号，它就不需要再费力去解释自己了，会有一堆人急着帮他歌功颂德的。你不需要懂丹宁布的支数，也不需要懂什么版型，你只要看到它，你就知道它代表什么。这种地位难以撼动，这是最猛的。Levi's 原来只是工装。Levi's 最初是设计给淘金工人穿的，没有什么太 fancy 的故事，没有了。然后很受欢迎，很耐用，很好用。1853年旧金山那一波淘金热，好像没什么人因为真的淘到黄金而发财，但淘金热周边的很多都发财了。卖铲子的发达了，卖水给工人的发达了，卖裤子的呢，变成地表最强最成功的牛仔裤品牌，没有之一。有时候啊，大家都在看天上的星星啊。或许这就是低头捡地上的钻石的好时机，不一定要掏到1桶金，可以赚到1桶金，再慢慢说故事。Levi's 最恐怖的是它到处都有，然后你还不会觉得它廉价。COS 有 ，JCPenney 有 ，Macy's 有，基本上百货公司都有 ，TJ Maxx、Ross、Burlington 都有，所以折扣店也都有。还有它自己的店、自己的 outlet， 连二手店也是满满的 Levi's。只要能让你掏钱买衣服的地方，就都有 Levi's 的身影。哦，对，连 Costco 都有。像这个啊，它刚刚专卖店啊也有这个，只是材质就完全不一样，花纹是一样。这个跟刚刚正柜的啊摸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这个是 outlet 的，所以其实是肉手摸得出来有差的。铺天盖日、排山倒海的铺货，然后它还没有变成菜市场牌。他照样跟 Jordan 鞋联名，照样跟潮牌合作，上得了厅堂，进得了厨房，既能疯狂走量，又能保持品牌价值，有时候还能吵架，有的二手的还更贵更值钱。你说这是不是真的很猛？ Levi's 的无口袋跟铆钉专利早在100多年前就到期了，所以现在大家都可以光明正大的抄。但是这个就是它的商标啊，就是你不能缝一个小红标，你也不能在这个附近缝一个标，不管红的什么颜色或是什么，在这附近都不行。他就觉得你就是在侵权，他就会告你。屁股上的小红标是 Levi's 的商标，专利会过期，商标不会。就像 Nike 的气垫专利会过期，但是那个打勾勾商标永远不会。你想象一下，一个170几年的帝国企业，它要告起人来，一定会让你很有感。Kenzo 啊 ，Abercrombie 啊 ，Guess 啊 ，YSL 啊，很多品牌都被他告过。不过，在美国做生意，告不全是为了生气，是为了立威。如果你不保护自己的标志，不清楚明确的表明立场，让人家慢慢越界，别人就会慢慢蚕食你的品牌价值。发财立品之前，先立威。立品就是说故事，立威就是开告。所以他们劳心劳力，就是为了确保，当你远远看到人家屁股上的小红标，一眼就能认出来，那绝对不会是别人，那绝对就是 Levi's。发了财，立了威，接着就是立品，也就是讲故事。每个大品牌都有这套固定公式。Levi's 是50年代坏小子穿，60年代嬉皮穿，70年代民权运动者穿，到了80年代它变成时尚单品。一条裤子见证了美国的劳工运动、反文化运动、平权运动。你穿的不是裤子，是历史啊！我都觉得我要站着讲这段表示敬意了。但说穿了啊，每个品牌赚了钱都要说故事来包装自己。
当 Levi's 的产品变成文化符号，他就不需要自己写故事来卖了，消费者会自动帮他解释，发财立品。你发了财，不用自己讲故事，消费者抢着帮你讲，也太爽了吧！但当你真正成为一个符号之后，你的故事具体是什么，其实已经不重要了。讲到 Levi's， 内行人都知道不能不讲 LVC， 但是我是玩鞋30年，不是玩牛仔裤30年。我对牛仔裤的态度跟老美一样，裤子就是猛穿猛穿。但我完全能理解什么东西玩到极致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80年代美国人的牛仔裤就是猛穿猛穿，日本玩家就开始猛收猛收，疯狂收集美国的古董 Levi's 501，传说还跑去废弃的矿坑挖旧裤子来研究，硬是玩出一个新高度，玩到 Levi's 授权日本厂商生产 LVC。LVC 的 V 就是 Vintage， 就是古董的意思。然后很多玩家又将日本字视为高品质的保证，一瞬间就变成一个徒弟教师傅怎么做传统的神奇故事。LVC 的这个操作其实跟球鞋很类似，找这里大家不要的，拿去大家抢着要的地方卖，然后大赚一笔，这是代购的基本操作，但同时也是上限。真的重要的是要跳脱这个回圈，变成代购的代购啊，变成卖代购的经验技术的人啊，变成说代购故事的人啊。说故事就是利品，所以说故事好像还是挺重要的嘛。那 Levi's 的创办人叫 Levi Strauss，Levi 一撇 S 其实是所有格，所以 Levi 硬要翻译的话就是李维，所以 Levi's 应该翻译成李维的，但翻译成李维斯比较有质感。是你呢？你要来一条李维斯的牛仔裤，还是来一条李维的牛仔裤呢？我也是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才知道，有人念 Levi's， 有人念 Levi， 有的人就直接当它是 Levi's， 连那一撇都去掉。老实说啊，当一个东西变成一种语言啊，一个符号，细节到底是怎么样、怎么念，早就不重要了。从掏金工人的工具变成叛逆的符号，变成文化的载体，再到日本人重新定义 ，Levi's 最厉害的不是布料，也不是版型，是它让全世界都看得懂这条裤子代表什么。这就是符号的力量，真的超猛的。Levi's 的故事就聊完了。我在做这个主题之前，我知道他大概就是牛仔裤的祖师爷，然后到处都是，真的是我跑的每个店都有。做完之后呢，我必须说，它真的是一个很大很有历史的牌子，真的有很多故事。我会担心我会不会把它讲小了，这个好像就是文化符号的恐怖之处啊。万一我漏讲了什么啊，我真心会怕有人冲出来帮他呛下来。当然啦，它有几百美金的牛仔裤，也有9.99块的鞋子，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，内裤啊什么的，赚钱嘛，都是这样的啊。OK， 如果你喜欢美国生活、shopping、折扣店这类的内容，我们每周都会更新，别忘了订阅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了。有什么店想看、想听我聊的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人生继续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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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